好，你有自己所谓的养肺妙方。对，因为我平常的话，你知道我们也都是要用喉咙嘛，那有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会上气不接下气。好，平常如果骂老公也没有气，就输一半了，你知道吗？输一半的气势都没有。对，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，平常的话，如果说我在打电脑或没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会用手掌来拍我这边。啊，空心，手掌记得要空心，因为就像刚刚讲的那个痰，其实我们有时候痰是卡在支气管的中间，对，不是那种感觉说咕噜咕噜那种老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卡在中间，那口痰有时候真的你没有吐出来会掐死，就是真的会噎死自己，所以我就尝试着每天要这样子去拍胸部的这一块地方，然后空心拍，好，然后把痰慢慢的拍出来。然后你有空你就做这一个事情。对，那你说轻轻拍是会有声音的吗？会有声音的，比如是像这样拍，因为现在有麦在这边哈。那我说我这样子，中空，你就在这里。对，从这因为这有淋巴，我会从淋巴开始拍到这边，然后再拍到这边的淋巴，拍。你有空就拍，因为它真的可以保持你的肺部的顺畅。但郭医师这样 OK 吗？因为有的是从背部拍，他会觉得说前面这样拍是会不会伤到？如果自己拍的话，因为那个力道可以拿捏。不过一般都是从背后，就是别人帮忙拍，由下往上，由外往内这样子拍。手机的是这样子。对，尤其是老人或者是小孩子啦哈。好，那另外还有就是空气清净机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因为像刚才有一个医师有讲过，其实像我们这种人的，不管说上这一次我们得了TB 哈，就是肺结核，或者是这一次的 COVID-19， 最后很多人都会纤维化，好，热膜积水，所以对于 PM2.5，其实我蛮在意的，所以我家里会特别装空气清净机，但是不会有加湿器。好，但是为什么会弄到肺塌陷？肺到底是？肺塌陷是什么意思？肺塌陷有2大类，一个是阻塞性，一个是非阻塞性的。那所谓阻塞性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支气管啊，它不管什么原因阻塞了，不管是痰太多，或者是里面长了肿瘤，对，那气当然就进不来，那它就会塌掉了嘛。对。另外一种是非阻塞性的，那非阻塞性就像这个，我们刚刚所谓的胸廓跟肺中间的热膜腔，它被气填满了，肺部漏气了，或者是我们受伤的时候气跑进来了，这时候它压力一样就消失了，消失的时候它就拉不开来，肺就塌陷了。像这个可以很明显看到，这个 X 光片啊，它的右上方这一块啊，它就白掉了，然后我们就做了气管镜，发现它里面塞了一颗肿瘤在这个地方。长了肿瘤了。对，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它塞住了。那像这个啊，这个是一个70岁的女性，平常是卧床的，然后后来她的左下肺这个地方就整个就白掉了，就塌掉了。所以其实我们那种卧床的老人家，我们的呼吸道的照顾，尤其是拍痰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就比较像类似刚刚我们影片看到的那个 case 啊，这个是一个40岁女性，然后她在家里就是咳嗽、有痰、发烧。然后大家记得我们一般如果是小感冒、病毒感染，包括像是 COVID， 一般发烧很难超过72小时。他就烧了1个礼拜，然后后来就开始觉得喘，然后越来越闷了。你看哦，他这个地方，他的支气管到这个地方就断掉了。他因为严重的肺炎，然后痰整个塞住我们的支气管，所以整个右边的肺全部都塌掉了。